The stars conspired to bring you to me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我们来看逐星。先看一技能，对扇形范围内敌人抓痒，并给上缓速和增加自身移速，还会给上敌方英雄一层影蝶印记。再来二技能，引导式施法的持续伤害性技能，在小范围指定区域造成伤害，是逐星的核心技能。每次发出音效时会给上伤害跟印记，英雄脚下可以看到的图案就是影蝶印记。叠满后会把人举高高，然后可以选方向位置丢人，造成基于敌方最大生命的小范围伤害，所以也可以丢坦克去打脆皮，会很痛。再来被动跟二技能绑定，使用二技能打到任何敌方单位会给自己一个增益效果，最大15层。消退层数的时候会为自己回魔，所以在前期对线时要控制自己，尽量不要在叠满被动层数的时候还一直按着二技能，才不容易一下子就没魔了，要按一按停一停才能够持久。但是要注意，我们把敌人举起来之后4秒内不能再举，不举的时候伤害会提升，等4秒之后才可以再次叠层后举人。大招指定位置瞬移后获得护盾，并会有一圈持续伤害，敌人在圈圈里面会被叠上印记，所以大招加二技能可以迅速把敌人举起来。所以连技就是看情况后大招跟上想控制或是可以秒的对象。一技能可以先放也可以后放，比较建议的是举完再放，毕竟同一个英雄举完一次还想再举，得等上4秒不能叠层，加上叠层时间就大概需要7秒才可以举到第2次，空窗时间可以为自己加速，方便走位，缓速方便队友杀。再来徽记，为了魔力够用跟不用出回魔鞋，我们带通用徽记就可以出魔防鞋来减少进场的危险性，或是神速鞋增加黏到敌人的机会。命运课中解决前期容易没魔的困境。灼热之杖和冰杖都是增加移动速度和辅助能力。蛮力胸甲再增加自身追击能力。造院弹灯加魔力跟补伤害，后面2件看情况调整。小徽记第一个带灵巧，让二技能更可能可以追上敌人。中间也和之主一样意思，也可以考虑别的，因为线上没有作用。最后一个焦点标记，因为我们技能都在抓痒，主要提供控制给队友杀，可以加强队友的输出能力。再来 ban pick， 我们主星是没什么天敌的，唯独就怕队友没输出啊。若是和朋友组队配合，队友打野已经出了坦克打野的话，就尽量不要再出逐星，会变成抓痒大队。所以逐星也适合攻击性的游走位，例如哈卡特、海罗斯、希尔达，还有出攻击装的泰格瑞尔。那这场的话，我们是阿凯也还可以，前期阿凯伤害还算不错。另外对面如果坦克类型英雄很多的话，逐星也会特别好打。战场技能建议，对面位移多带瞬移，位移少坦克战士多就换洗礼、护盾还是反击，自己看情况。再来就来看实战了，这场是和我的战队朋友双排的排位赛。那这边开场鞋子先买，再点优先购买命运课中的小件玲珑宝石，这样开场移动速度才不会输人，才方便开场就凶对面中路一波。野怪就别帮打了，跟抓痒一样，这样我们初期魔力问题都解决了。开场凶对面中路，举起来可以往小兵身上砸，顺便清兵。原则上逐星对线不输给任何敌人，就是输清兵。逐星清兵真的有够慢的，所以有走位请务必帮你的逐星队友清兵。不过能压对面兵线的时候，还是不要乱清。原则上就是能打人就打人，没人打就清兵，再跟着打野一起围殴敌人。那这边阿凯往上走了，我没跟过去，就是要跟着打野的方向走啊，不然打野崩了，这把要怎么玩呢？而且阿凯上去之前是有被中路小兵看到的，稍微会玩一点的玩家都不会被抓的。但现在敌人没看到阿凯回来，以为他去抓射手了，才给了阿凯一个机会可以撞人。那当然我看到阿凯有回来，也是直接交闪控到法杀丢回来。然后注意我刚才在打会战的时候是没有一直按着二技能的，因为前期法力上限很低，不这么做的话很
很有可能会战打一半就没魔了，这点要特别注意。那这边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上去支援，其实这波要支援也可以，但我认为抓不死格兰杰可能会因此浪费时间，我更希望确保可以在2分10秒的时候能够达到4级，这样对第一波的乌龟团战会更有帮助。这边被河道花看到了，去支援一样不可能抓得到人，除非对面是白痴，所以挡住法杀，不要让他上去就可以了。那现在玲珑宝石已经出了，只要不要被秒杀，续航能力是很惊人的，不用太害怕被消耗。中路兵到了，敌人们也聚集了，我们先顾等级丢人，顺便清兵消耗一下就好，千万不要冲动。这边我们先升4级，再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。这边你们看，烛心清兵速度实在是有够可怜的慢啊！现在也终于4级了，可以陪利奥蒙德拿下乌龟，但他非常可怜啊，开场被入侵，打完石头人才升上4级。运气不错的是，我们赫罗斯超猛的，一个人把对面4个卡在后面啊，害得我没半点发挥空间了。这边想说跳进来拉个人回来，可惜我距离没抓好，差了半步。主要也是把敌人赶走，让刚才很生气的利奥蒙德平复一下心情。打完乌龟，我以为还在抢蓝，但一过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啊，那干嘛在这边打架呢？我不是很明白，秒闪了个撤退就走。小兵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，但这边还有下一波的兵还没清，阿凯已经跑到对面红区了，因为他想要赚游走经济，现在的游走要赚经济都会非常的浪，我们有能力再跟上就好，不一定要跟的。再回来中路清兵，我魔没满，记得要按一按放一放再按，尽量维持魔力快满的状态，看到敌人才有办法立刻用2技能照他们。哇，举到踩到箭头风的敌人真有趣。这边也顺便看到哈亚笨手在吃红了，这边直接离开，不要浪。兵线到了先兵线，而不是入侵，因为打野又不在，入侵没有意义的。趁这边没什么重点，我们讲一下烛心的探草机制。1技能是可以探草的，是透过发了技能之后，观察自己有没有拖尾特效，也就是看自己有没有吸到人加速，但不会照亮草丛。2技能可以探草，但只能探出有给上伤害的敌人，也就是说一个草丛里面可能站3个人，但我们2技能只打到1个人，那我们看到的就只会有1个敌人在草丛里面，而不是整片草丛亮起来显示3个敌人。然后大招不能探草，这几点大家要特别记一下，因为这些是属于就算不是玩烛心也应该需要知道的事情，才知道战斗中该怎么去应对烛心探草这件事。然后这边追这个哈亚笨手，就是我开头建议的战场技能为什么要带瞬移了，一样意思，也是必须知道他是靠什么跑来跑去的，才知道什么时候该追，什么时候不该追。所以不要觉得只需要会自己想玩的英雄就够了，至少基本机制都要知道，才有办法去应对敌人。那现在我中路兵也清完了，没事干，只好来上路帮忙一下，但是我也没大招，所以这边只是随便来给队友安心的而已，并没有要打架。那这个法杀不顾兵线漏兵，那这波就算我没杀到人，都等于是赚了一颗人头呢。我举到拉斐尔，但是被阿凯开大招乱撞一通，只好先照眼前的目标给上伤害。虽然照举过的目标会比较通一点，但还是抓痒，还是得靠队友打输出。这就是小灰记推荐带弱点标记的好处了，会帮队友加伤害跟移动速度。如果我是带不解怒火加伤害的话，刚才2打可能是会死掉的。那关于打会战，我们也不一定要一直照敌人，尤其是已经叠满层摔过的，没办法叠层的。因为我刚才就一直说是在抓痒了，可以举人摔人的时候伤害才会高，除非差一点点伤害，我们才继续补2技能，不然一边打会战还是要一边控制魔力的消耗，才有办法在真正要开大会战的时候，拥有足够的魔力来打架。帮忙打野怪也是要注意层数。那我目前认为最麻烦的就是中路小兵最后一只变成炮车之后了，为了轻快一点，很容易让自己没办法维持好魔力。就例如这边阿凯先去支援了，我一个人清兵就会很慢，也很难控魔，只能在中途稍微停一下子，或是用个1技能，想办法让自己能够维持住好状态。清完兵再下去支援队友，看到没，我2技能稍微停一下子，魔就回满了。中间遇到拉斐尔就挡住他，不要让他去支援，这样就算是对战
局有贡献了。但这边又看到我们上路被围殴了，马上赶过来帮忙凑人数。中途遇到天使，所以对面也都看到我们了，便不敢再对2-1打有想法了。不过这边当时我是认为我有大招，有个免费护盾跟瞬移，不会有生命危险，想搞一波试试让一下。那这边算是赚到了，看到法沙把瞬移交了，那我们就马上回中路清兵。哇！不过利奥蒙德路过时对我抽了税，好吧，那把炮车吃一吃，再回来草里面待一下，因为乌龟要出生了。这边会战我们先不要太着急，先等我们的前排阿凯发起进攻，我们再上。这边有看到法沙，我们先让他知道草里面有人，让他不敢轻易靠近。被消耗到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命运刻钟可以帮忙回血。阿凯上了，我们跟上，但角度不太好，我在大招跟上，看能不能抓到格兰杰，但他交瞬移，我瞬移跟上举起来。但后面还有个哈亚笨手在送，哇，那等于是我浪费了一个闪。刚才那个闪是可以不用交的说，我只需要把格兰杰给隔开就好了，而且目标在墙壁旁边，还真不太好摔，竟然摔成原地了。但这边迪斯拉发疯了，自家死人还跑出来继续送。我们主星打这种站桩型的战士是非常好打的。好吧，这波虽然我们掉了乌龟，但至少有多拿到对面几颗人头来补。那现在大家都各自回各自的线上了，大爷也回家了，兵线也没了，我状态不好，趁现在没事，千万不要逛街，就是回补。阿凯逛街是要去拿他的游走经济，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打什么位置都要优先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满状态回到线上清兵，法沙看到我才比较不敢乱来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边我只有半血，法沙肯定是会飞过来给我一套，那接下来的会战就没办法打了。这边等熊猫回补出来，熊猫也是很尽责的闪了上路撤退，帮忙看小地图是游走位的一大工作。当然我们中路清完兵后也是看小地图，看是要配合打野还是配合游走。那这边赫罗斯跟熊猫弄到天使了，我们先杀天使，不过又看到熊猫转个身就卡到格兰杰，距离不够，我怕没收掉，只好大招跟上。这边不用怕交大招浪费啊，因为这种就属于大团战，我们5个人都在，对面只剩下3个人，再怎么样对面也是不可能打得起来的。哈亚笨手要刷就给他刷，迪斯拉还以为他大闪过来控5个好像很帅，那都是没用的，人数就是战力分数，就是一切。还没看我观念教学的朋友们，请务必回去补完，也才能清楚的听懂我在讲什么。尤其是现在我都会开直播和观众们一起打，我会希望大家至少不要犯像这个迪斯拉一样的问题，队友没了还进来送。那现在熊猫闪了领主，不过这边很明显是不能打的，尤其是赫罗斯也不在，稍微等他带一下线。不过领主出身有水流加速，他来很快。这边熊猫乱转一通，不过隔开了迪斯拉，我先照一照眼前的目标，举完后只能补伤害，所以2技能不要一直按着，要稍微控制一下魔力的消耗。又看到利奥蒙德送了，但我们队友去收迪斯拉，这边我直接大招切后排，迅速抓起格兰杰跟法沙。格兰杰交闪，但他血线我觉得可以收掉，瞬移跟上继续照。他有2技能位移非常多啊，但我1技能帮他抓痒有加速，扛了2下他还是没死，我也只能放弃了。幸好卓尔之杖的效果帮我补完了最后的伤害，成功把格兰杰给收了。那现在对面死了4个，另一个估计在温泉，我再把小兵给清了，顺便把高地塔的保护罩给弄掉，再回来帮忙打领主。不过哈亚笨手怎么在这边呢？那他没队友的话，我们是非常好应付的，我的队友们也是在把他给收掉。那这边正常来说就是回家等领主，不要贪呐。看到没？送了，而且还是我那都不看我视频的朋友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游戏时间才10分钟，复活的还算快。不过其他队友怎么还不退啊？硬要打嘞，莫名其妙。这边我也是没办法，连闪撤退的也杀进去了，我也只好跟上。我看到利奥蒙德也是一脸问号的跟来，那这边不打也是浪费时间等队友。我看到利奥蒙德也到了，就趁敌人们可能技能不全的时间点，脑冲一波，看能不能打回来一点。这边瞄准格兰杰举他，甩回来给利奥蒙德杀，但我已经被围殴到残血了，再绕回来看能不能帮
帮助到利奥蒙德再收一个。哇，迪斯拉还交3想杀我啊，幸好我没有被他给收掉，这边也算是打回来，让我们前面队友送的不那么亏，不过真的不需要这样啊。那这边回城，我透过小地图看到了我的朋友厄伊达复活出来，趁着敌方人少，大招飙到了正在清兵的哈亚笨手。厄伊达是非常克制这种刺客的，我们下一期就会补上给大家介绍了。那这边敌方刚才少3个，我们就很顺利的把高地塔拿下一座，然后就是整理兵线跟等领主了。先跟厄伊达一起拿个蓝，不要留给对面，再推个下路2塔。我希望我的队友们不要太冲。这边看到我们的赫洛斯又在闪撤退了，看来他是非常有理智的。太冲的是我们的阿凯，不过他是坦克嘛，他觉得他要看视野嘛。阿凯又在乱转一通，不过这边我发现利奥蒙德怎么没血了啊？他还回头，好吧，格兰杰大招是范围的，就算想帮他挡都没办法。本来要离开，但阿凯残血不退，赫洛斯忍不住上了，我们大招跟上，瞄准格兰杰，直接交闪风退路收掉。厄伊达在中路单挑迪斯拉没有问题，不过敌人们过去支援了，我赶紧阻止，在拉斐尔身上叠了层想往回摔，但是会被队友的击飞断掉，那差一点血量，我们当然就是继续照他，把他烧死。那这边小兵出生的有够多的啊，我们主星清兵能力很差，所以这也是买灼热之杖的原因，至少摸到一下就可以烧一烧小兵，这样就可以不必让2技能一直照，也能给上小兵伤害。这边又看到赫罗斯冲了，不过哈亚笨手一个大招闪掉所有危险，法沙在后面站桩补刀，厄伊达看到忍不住了，变成用生命换掉法沙，赫罗斯也没血了，这边没办法一波挺可惜的，而且就算我有大招也没办法救赫罗斯，因为敌人离主堡太近了，帮他挡的话我也可能会被一起收掉，没办法只好放生了。这边就只好等队友复活了，我决定空闲时间吃个河蟹再回补，乖乖的等队友复活。不过这边看到阿凯找到了机会把迪斯拉推了回来，那我还是选择回家而不是去帮忙，因为领主要出生了，我必须要有好状态才有能力打好这波领主团战，而且回城中后期出来都有加移动速度，不用觉得回城浪费时间。这边阿凯的行为也是奇怪，没队友也跑去前面吃一套伤害，又不是领主快死了。不过哈亚笨手也真是笨啊，怎么会把大招交给一个坦克啊？阿凯的耍白痴竟然变成了一个神勾引，大招回来跟上收掉法沙，再继续追，但可能追不死哈亚，所以我们追天使，把天使举高高摔回去，不让他踩箭头风逃走，再继续一技能还他跟上。但为了补伤害，我们2技能开太久了，这种大型会战虽然是主星的强项，但也很容易就没魔。那这边只剩迪斯拉，我甚至是把他往他家方向丢了，因为怎么打都已经不重要了，该说的前面都已经说差不多了，我们兵线也已经走到主堡旁边，也终于可以结束这场了。那主星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了哦。对了，如果对面坦克战士很多，爆发比较少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赵院坦灯先出来，还可以增加自己的法力上限。这场我是还没出到就结束了呢。有自信的话，也可以第一件出天法利刃，因为有加跑速，其实也挺适合，也能增加收头尾刀的机会。但记得玲珑宝石还是得先出。那为什么我不示范那种打法？因为逆风很烂，而这部示范的打法逆风也还是一样很强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